你朋友严老八穿越到了怪谈场景养老院，他将成为一名护工，请帮他活过1天1夜。通关后，你将获得奖金50万。又是大凶之地呀！这活我告诉你啊，我要不是缺钱，我都不带接的。我最近是嗓子不好，爱吃橙子，这50万他怎么不得买好几斤呢？行吧，开始吧。老八在护工休息室醒来，时间是下午5点半左右。老八身上穿着绿色的护工服，在门上发现了4条规则。规则1，这是一份非常需要耐心的工作，无论那些老人说什么，都请无视。规则2，老人的食物和水温度很重要，请您在他们用餐时提前尝一下食物和水，以确保温度合适，不要让他们闹肚子。规则3，护工需要保持强壮的身体，以帮助背孕老人。所有的护工都必须每天锻炼，同时也要好好保养皮肤，尽量不要受伤。规则4，老人都有一些奇怪的习惯，如果你晚上听到一些奇怪的动静，请千万不要外出查看。锻炼身体可以理解，但为什么保护好皮肤呢？又不是参加真人秀那种比娘们儿还娘们儿的男的。别怪我老提啊，我是真恨这帮废物啊！华夏影视行业就是被这种人带歪的一群不争气的东西。还有这个规则2啊，为什么非得尝一下子呢？感受温度的话，那手也行啊。说不上哪儿不对劲儿啊！你先出门看看地形吧。老八走出了护工休息室，这里没有想象中的空旷，往来的年轻护工有男有女，和老八穿着一样的衣服。走廊里有或扶着墙壁走动，或坐着轮椅的老人，他们和护工开心的聊天，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笑容，一副其乐融融的景象。这么和谐吗？这都是表象，你继续找吧啊！关键线索都在细节里头。此时楼道的铃声响了，美妙的电子女声提醒大家到餐厅去吃饭。一些护工或搀扶着老人，或推着轮椅朝着某个方向走去。一个扶着墙走路的老人冲老八招了招手，老八赶紧上前搀扶住老人，也朝着餐厅方向移动。老大爷笑呵呵地询问老八一些不疼不痒的问题，比如今年多大年纪了，平时睡眠质量如何，有没有什么大病，甚至还在说话的时候把手伸到老八的身上抚摸。老八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这老爷子是不是有啥特殊癖好啊？不过根据规则1啊，你可以完全忽略他说的话，不用搭理他。另外你必须要注意一件事儿，就是你千万别着急去领饭，你尽量往后拖。你看看其他的护工给这些老人吃饭的时候，他尝不尝那个食物。既然有其他的护工，咱就做一个参考。老八表示明白，搀扶到餐厅之后，他将老人送到一个桌子旁坐下，便快步离开了。此时有一个身穿红色衣服的护工朝老八喊了一声，叫他过去帮忙打饭。老八没有借口，只好跟随着护工的队伍往外走。但此时老八却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之前这些年轻的护工搀扶着老人走路看不出什么异常，但现在他们看起来却并不像是年轻人，他们步伐缓慢，精神萎靡，脸上的笑容十分僵硬，有些人的双眼更是犹如梦游一般朦胧，走起路来有不同程度的摇晃，排队行走宛如一群行尸走肉。哎呀，规则3里的前半段没有红字，说的可是所有的护工都要锻炼身体，而且还都是年轻人，不可能走路都这样，说明这根本就不是身体上的问题。你也别表现得太正常哦，你也跟他们一样上一点，别穿帮哦。老八很快加入了摇晃大军，来到了地下1层领饭。他们将饭装在一个小车上，2菜1汤，用对应的号码牌送到餐厅的每一个桌子上。老八的小车上有4个人的饭菜，需要将饭菜送往6号桌。你该崴脚了哦，进门的时候这个机会就不错。老八在进入餐厅时故意崴了一下脚，摔倒在地。周围的护工并没有过来帮忙，而周围的一些老人则是用一种冷漠的目光齐刷刷地看着老八，有些人的眼中甚至出现了一丝嫌弃。老八重新站了起来，一瘸一拐地推着小车走进了餐厅。由于他崴脚耽误了时间，很多护工已经开始了给老人们尝饭。护工们用勺子和筷子把饭菜和汤都尝了一遍，随后分别递给那些老人，而老人们竟然贪婪地将护工用过的餐具用力地在嘴里吮吸干净，才开始享用饭菜。那种陶醉的表情让老八无法理解。这不难理解呀，所有的护工都精神萎靡，恐怕就跟尝饭这个事儿有关。